也要做那个蓝宝坚尼了。来，踩轮子上去啊！你们坐后面，要坐下哦，尽量靠前面。直接坐着。好啦，出发！刚有一个大哥到登山口才跟我说，他没有带雨衣，他没有带雨裤。这种天气没有带雨裤要怎么走？我真的很有可能会把它留在山屋啊，不然那个气温低真的很恐怖。这次气温偏低，所以我还是带了那个雪地三宝，冰爪、盐块还有冰斧。希望不要用到了，希望明天就可以放在那个云人山庄了。哪里？是啊！哦，瞬间的太阳哎，刚刚的那个太阳露头露出来一点，大家士气突然大涨。本来我是要取消的呢，因为那个气象预报本来太差了。这个太阳都一阵一阵的，已经没有下雨了，所以把雨衣脱掉了。希望不要再出现那个雨衣定律了，好不好？就让我们干燥到山屋吧。你说你还没爬山前快100公斤哦？那我跟你相反呢，我还没爬山前70公斤，爬山后现在也快100公斤了。所以说爬山不一定会变瘦，控制饮食比较重要了。有那个滴滴的声音，那个是有树裂开，所以在走森林的时候遇到强风听到这种声音要小心，就代表它那个树枝可能随时会被吹断哦。风很大，每次休息都不能停太久，不能让身体冷掉，不然再完全冷掉的话，重新再启动，你会觉得更累更喘。出太阳了，这个看来太阳之子又要开始发威了哈。太阳之子沉寂了好一阵子了，不然前阵子天气都不太好，有的时候客人都很担心，但是老实说，我们会比你们更担心。刚休息一下，快速吃个午餐就出发了，因为这种天气也没有办法停太久。本来他们说想休息半个小时，我跟他们说你们可能待20分钟就会想走了，果不其然。我这次带一群小绿人，对他们使用影分身之术。到松峰岭之后，可以抬头看看天空，会有一个蛮有趣的角度。轻轻松松吗？对，轻松松。看来向导比他们还要喘啊！把体力交给我们。休息。这段那个下坡，你什么鞋子都踩不住，所以你一定要特别小心，重心放低。这感觉像是什么新的山上的故事。从此以后，南湖大山多了4个小精灵的故事了。这里啊，天气好多啊，就可以看到南湖大山，在这个方向。想象一下，是不是很壮观？想象一下，回来的时候记得这个点。如果好天气的话，我们回头看。云人山庄到了，今天就结束了大家辛苦啦。一样到山屋弄个小点心给大家吃，来吃，直接吃进去。好吃吗？没想到我离开高中那么久，还可以遇到高中同学，好吃吗？还没吃，赶快吃，要趁，看起来很好吃，至少要趁热吃啊，对不对？
我那个感觉不出来吗？你怎么会问这种很奇怪的问题啊？大家早，今天是南湖的第2天，天气依然的不是很美丽哈。等一下就都是爬坡了，对自己给自己做好那个心理建设哈。风已经开始渐渐的越来越大了，有低温，这种状况下真的有失温的可能跟风险，所以自己的保暖一定要做得特别好。大家还好吗？稍微喘一下，空气很冰，所以又会感觉更喘。调整呼吸，这个时候你的气息要深吸深吐，这样会比较好哦。等一下手套可能多多少少会湿，但是你手套湿掉后不要拿下来，它就算湿掉还是有那个保护的作用哦，避免那个手直接那个被风吹，会很容易冻伤。现在气温真的还蛮低的。今天应该就这样了，对，也希望就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变差了，不然再差，如果再差一点，我们可能很难过五岩峰啊。休息，神马镇山的登山口到了，这里应该是最后比较避风的地方了，等下再往前应该上到人线。那个风应该是吹得乱七八糟的。吃一点东西哦，因为气温低的话，你的体能会 double 的消耗，你身体要产生热能对抗低温，然后又要这样爬上来，所以那个能量会消耗很快哦。你等到饿了再吃都来不及。神马镇山到了。神马镇登顶成功！耶！风雨生信心，加油，我们可以的！我们可以的！哎呀，在山上冷是正常的。台湾的高山只有冷、很冷跟非常冷，我们现在就处于非常冷的时候。所以你昨天到山屋的时候，衣服都没有，内层都没脱嘛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没脱啊，就直接让它这样子烘干啊。哦，对啊，这样你不要马上。对你，除非你的状况很差，就是你已经是抖到不行，不然你到山屋，如果你的像我们昨天到状况都很好啊，那我们就只要一直喝热水，一直吃，就稍微进食，你的身体就会有足够的热能。对，我自己是这样啦啊，你如果状况不好，那就是要马上换掉。第一次遇到这种天气哦。应该不是哦，应该不是吗？你们还有更恶劣的哦？有啊，其实那个每次在深山比这个更恶劣。哦，国外那不用说了。但其实这个天气以台湾的高山来说算好，因为它就是风很大，然后气温低而已。对啊，就是你的装备够什么，其实都基本上都可以走了，不要太那个。要如何判断那个气温低不低哦？看到我戴手套的时候，就代表真的气温很低，真的很冷。哇，连我也都快要受不了了。哇，有一点些许的阳光穿透这个云层，太阳出来吧，太阳！我需要你的温暖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公司很会阻止人家报名，对，因为真的你如果体能落差太大后，你自己体能差来报这种比较困难的行程，你自己心情也会不好。对啊，你要跟着我，如果这样开开心心的玩，当然就是体能好，再来剩下的就交给天气啦。对，就是我们可以掌控的因素就是我们自己嘛，自己的体能跟状况，剩下的就是可以好一点就好一点。风好大哦，哎呀。哦，有太阳呢，这个有机会下午可能会开哦，我觉得有机会。
等一下再往前就是五岩峰了哦，所以我们这边会休息久一点，把自己的体力稍微恢复一下。今天风真的太大了，不太会过地形的走我的后面。对啊，就是一直上下哦，要爬到那个南湖北峰，山会比较多啦。好，记得千万要记住，保持安全距离，不用挤哦。然后再拉一些绳子啊，或者是拉石头、树根的时候，你先拉看看它稳不稳，不要一下重心就转到上面。对，你觉得拉一拉是稳固的，重心再转上去哈。啊，出发！有时候太阳会露出头一点点。但是都只有一点点而已，而且只有一下，风还是一样大。哎，这真的是五岩峰啊，风很大。等下爬到那个南湖北峰，应该也没有办法停了，风太大了。所以等下应该就直接下山屋了。加油！今天风真的很大哦，真的很不友善。真的相信过几天天气会很好。对，加油！再忍耐一下，等一下下坡结束，我们就到那个南湖山屋了。哦，风超大的，这样的低温真的会出事情啊！你如果装备带不够的话，下到全谷就没什么风了。哎呀，今天就这样结束了，风好大，这样真的是那个体力双重的消耗。不过还好平安到达了，加油！到山屋门口了，看一下现在几度？哎呦，现在气温是1度哎。1度？对，啊，还蛮冷的。好啦，到了。恭喜！今天真的是辛苦了一天，不过还好我们撑过了。我们，那个风如果再强1级，我们可能就过不来了。只能说这个真的是上帝保佑，保佑我们平安来。一到山屋就是要把衣服都换好，保暖要做好，再来就是要多喝热开水。做几座，但是过程就没有。哎呀，我们很早到山屋就有很多放松悠闲的时间了。我们来玩抽鬼牌，这样要有彩头吧，输的要怎么样？输的明天要背装备。这么哇，那么狠，太狠了吧！太狠了，受不了。本来想说早上会天气好了，结果凌晨4点开门的时候发现气温太低了，而且雾还是很浓，所以我们就晚一点，天亮的时候才出发。但是现在天亮了，雾还没散，那今天就是先去主峰再看看吧。冷哦，现在气温应该。没错，现在气温是0度，怎么样？0度的感觉如何？对，等一下一样哦，在走的时候不要让自己流太多汗，然后注意保暖，尤其是你的头部。然后这个气温哦，你们要戴上手套，我们往前走，你们手套千万不要拿下来。对，这个就是有冻伤的可能了哈。对，所以就是你们要拍照什么跟我说，我拿手套就好，你们不要拿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祈祷等一下雾会散掉，然后太阳会出来。对，因为如果一直这样的话，我们可能今天只能去主峰。这种天气出门真的很需要勇气啊！离开这个温暖的睡袋，这种气温低，风又大，真的会有那个失温的可能，所以一定要评估好自身的状态跟你的装备哈。我有时候排5天的南湖哈，
就是可以提高看到整个颧骨的机会，因为颧骨本来就特别容易有那个水汽跟云雾盖住。这种低温的情况下，不能走太快，因为你要大部分的体力都要对抗这个低温。刚沿途的那个杜鹃都有些许的雾凇，看来这里真的很低温啊！连我都要戴手套了。很久没有戴手套了。本来是预报今天天气会早上会好转，但是预报就是预报，天气状况如何还要以那个现场实地为主哦。所以不要再说那个知道天气不好为什么要上山了。天气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100%预测的，有时候预报是好天气，但是它山上气候突然变了，就会突然低温、突然下雨等等的。所以你的装备来到户外你都要带足，你装备带的越足够，你可以那个登顶的几率就会越高。所以不要为了省重量虽然最近都很讲究那个轻量化，但是在轻量化的同时，你该带的东西都还是要带。我刚以为说这个是保丽龙，结果是冰。前面这个溪沟里面，很像保丽龙，但是是冰。来南湖做剉冰。有没有人带炼乳的？我有果胶跟蜂蜜酱。可以，等一下我们回城经过的时候挖一碗好不好？但是这种天气你会想吃吗？不会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代表我们等一下可能遇到冰的机会越来越多了。沿路都有残冰啊。我们过主动岔路之后，石头都开始结冰了，所以会特别的滑。雾凇。还有我有带冰斧上来，不然我们会过不来。对啊，是不是？结冰真的很滑因为我上来有问协作啦，但是协作说他起雾什么都看不到。有想到山上那个南湖大山会结冰，但是没有想到结冰的那么严重。哎呀，还有带冰斧可以稍微开路一下。等一下经过拉绳路段，希望不要结冰太严重啊！如果结冰的太严重，我们可能今天的攻顶行程就会宣告撤退了。等一下我会先上去看因为这段拉绳相对比较危险，然后拉绳一样，绳子抓紧，然后尽量抓在节点，因为绳子应该都有一点结冰然后注意安全，不要踩那个石头的光滑面。踩那个凹凸不平的，它都是一阶一阶的，可能有些需要跨大步。对啊，就是手脚并用，4轮传动加油！我们距离山顶越来越近了。来，我先上去你们在下面先看着。很滑。很可惜，我们拉绳这一段过不去。它的结冰没有很厚，但是就很滑，这种最麻烦了。你如果很厚的话，我冰阶比较好砍；很薄的话，我敲下去其实都是石头啊。你们刚应该都有看我在上面，有时候站都站不稳。没关系，明天还有一次机会。这种结冰的状态有冰爪跟简易冰爪也不太有用。因为它那个是岩石跟水结合在一起，所以不要再说那个天气预报很准确了，没有。尤其是高山天气预报真的都是参考用了。刚敲石头
不小心太大力，冰斧断掉了，下山要买新的了。哎呀，应该也不会上来。哎呀，爬山多少少都遇到这种状况了。对，你如果爬山没有遇到坏天气哦，只有一个原因，你爬的山太少了。合理。对，像其实你看，很多很常在爬山的哦，其实撤退占大多数了，没有办法登顶也占大多数。这个很难讲啦，人毕竟没有办法跟大自然对抗嘛。当然，这个下午天气好再来一次，这个也要取决于在我带的团员，就你们的体能状况如何了。对，因为如果你的体力是爬一次就没有了，那你第二次想上也上不来。所以平常的那个体能训练是真的很重要了。你的体能好，你的机会就一定比人家会多一点。千万不要把赌注都赌在这一次。通常你就那个全部家当身家都压在这一次的，通常都会输得很惨。像我之前有说过，那个爬山有时候是在赌啊，对，但是你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赌，我们赌的是自己的体力，对，赌不好没关系，就消耗一点体力而已。好了，我们决定先回山屋休息，到山屋等了。对，我们中午吃完午餐再看状况怎么样。耶，平安回到山屋了，辛苦的，对，辛苦的撤退。怎样？大家还好吗？好。啊，好，一样到那个山屋整装。我们今天又要往那个主峰尝试登顶一次了哈。今天天气比较好，我凌晨看到满天星，就叫大家赶快吃一吃，我们就出发了。如果今天出太阳的话，是我这个包包第一次看到太阳。我前面天气都太差了，嘿，这是我第4次背这个包包哦，前面3次天气都极差。日出出来了，我们真的赌对了，耶！还好我们是5天的就有很多机会。OK， 然后刚好我队员体力都非常好，状况也非常的好，耶！一直到了第4天，我的相机终于拿出来了。大家真的辛苦昨天的我们。对，虽然说努力不一定有结果，但是你不努力，连结果都不会产生哦。哇，还有一点残冰。到我们昨天撤退的地方啊，就离山顶200公尺的地方，最后拉绳路段。今天看应该是没有结冰了，应该可以上去了。哦，昨天上来这段滑的跟什么一样，现在都没有结冰了，幸运，今天出大景了，太棒了！南湖大山登顶成功，耶！只能说馒头太帅了。还好我们有上来，耶！太棒了！南湖大山我登顶了，耶！太棒了，天气太好了。还好我们有上来，我们没有被昨天的坏天气打败，对不对 ？Yes。对，感谢大家，大家真的辛苦了。我们这次的目标达成，我们可以安心的下山了。下次还要再来吗？你们 OK， 过一阵子是下个礼拜吗？还是？像这个地方一定下次还要再来的啦。
对不对？那么漂亮。好啦，谢谢南湖大山招待，我们要下山喽。谢谢招待。耶！好了，平安下山。下山。那个出来了，难得干燥，就是要那个晒装备，装备那个检查一下。对，大家都这样摆摊摆地摊。对，这个老板这个怎么卖？怎么卖？这个200万，你要我 discount 你150万。出大了，越南，关越南。要离开圈谷了，真的很幸运，有这样的好天气。所以山上的气候真的是变化非常大。你看，前一天都是这样，云雾，然后又低温，然后今天早上出了个大景。有时候要赌一下了，但是不要拿自己的生命赌。我们是用我们的体力去赌哦。如果今天天气不好，我们没有办法攻顶，也只是多消耗一点我们的体力而已。真的谢谢南湖大山的招待了。下次见了。我是馒头，我们下次山上见，拜拜。每次看到这个五岩峰的崩壁，真的还好我们有上来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太棒了！浪费饮料，那是奢侈的行为。